今天我们继续来聊罗斯威尔。如果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朋友，请订阅和关注我们的频道去看前面几集，其中涉及外星科技材料、飞碟技术、外星人访谈。上期我们说到，美国1947年罗斯威尔外星飞碟坠毁后，美军反悔承认不明飞行物，对附近的所有人封锁消息，第一时间秘密回收了飞碟和外星人。美军通过对罗斯威尔坠毁的飞碟残骸碎片进行了秘密的研究，发现了多个神奇的外星科技产品。美军生物学家研究了颠覆人类认知的外星人的身体。今天我们继续对那个活着的外星生物实体1B1进行解密。目前网络流传的是美苏冷战期间，一名在51区工作的美军医疗女护士艾罗伊，60年后，艾罗伊临终爆料了罗斯威尔外星人访谈的具体信息。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版本的内容。2007年的时候，艾罗伊临终前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宇宙世界的真相，大量外星智慧生物确实存在，并且一直都在监视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。他就把一份保留了60多年的秘密信件寄给了一位他的朋友，名叫劳伦斯的作家。信件上称，1947年确实有一艘飞碟坠毁在罗斯威尔，军方第一次公布的信息是真的。外星飞碟坠毁后，他作为医疗护士来到了飞碟坠毁现场，实施紧急的医疗救援，并且亲眼看到了几个已经失去生命体征的外星生物，还发现有一个外星生物幸免于难，而且处于清醒状态。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中，没人懂得和这个外星人交流。然而就在艾罗伊给外星人检查伤情的时候，意外的是，那个外星人只对他打开了心灵感应功能，在他心里直接产生了意念画面。这种无声的非口头的交流方式，就像是去理解一个婴儿或一些动物的意图。而且那个外星人不和任何人进行沟通，因此美军军官决定让他全程照看这个外星人。随后这个外星生物被带回了罗斯威尔美军基地。从1947年7月7日起，一直到8月份，这个外星人的死亡，或者说意识身体分离的那一刻，全程都有军方人员在场监督。艾罗伊从来没有跟这个外星人单独相处过。上一期我们说过，外星人没有声带，所以艾罗伊和外星人之间的交流，并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口头语言，而是前所未有过的心灵感应。外星人的眼睛非常的大，一直没能测定他的眼睛的视力水平，但是通过观察，他具有极高的视觉敏锐度。最初，艾罗伊并不能很清楚地理解外星人所要表达的，他能够接收到思想和图像，可是在艾罗伊的认知范围内，却很难表达出来。很多内容是艾罗伊无法理解的，只能旁敲侧击地去猜测。直到一位语言学家让艾罗伊连续花几天的时间，手把手教会了外星人读取英文，然后外星人神速地阅读了大量人类的书籍后，才能把准确的文字和符号传达给艾罗伊，并且能够选择性地传达给他接受能力范围内的信息。刚开始这个外星生命不会愿意去讨论一些技术的问题，只知道外星人的名字叫艾罗，是那艘坠毁的飞碟的驾驶员，而且是一名军官和工程师。后来他们之间进行了多次的交流，每一次都是他们之间相互理解的程度指数型的提高。随后美国军方准备了给外星人艾罗的调查问卷，让艾罗伊将艾罗的回复一一记录下来。你受伤了吗？艾罗说没有。你需要什么医疗协助吗？艾罗说不需要。你需要食物或水或营养物质吗？艾罗说不需要。你对环境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？比如空气、温度、大气成分、压力等等。艾罗说不需要。它不是一个生物构造的生命。你的身体或飞船带了对人类或者其他生物有危害性的细菌吗？艾罗说在太空中没有任何的细菌。你的政府知道你在这里吗？艾罗说他的政府不是在这个时空。你的其他同类会来寻找你吗？艾罗说是。你们的人多久可以查出你在这里？艾罗说不知道。你们的人来营救你需要多久？艾罗说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。我们怎样做才能让他们明白我们对你没有任何伤害的想法？艾罗说读取你们的思想。你的人使用的是什么性能的武器？艾罗说非常具有破坏性。你能阅读或书写任何地球语言吗？艾罗说不能。你的太空飞船因为什么而坠毁？艾罗说是在大气中的一次放电击中了飞船，而导致我们失去了控制。为何你的飞船会出现在这个区域呢？艾罗说，我们来地球是为了对核武器爆炸进行调查。你们的太空船是怎么飞行的？艾罗说是通过心智进行控制，用思想的指令。
你们的人之间是怎么样交流的？艾罗说是心智思想。你来自什么星球？这个问题艾罗就不说了，只说家乡统领地。在女护士接收到这个意念的时候，就显示了一处巨大的星团中有一颗行星。女护士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。你们的政府会派代表来会见我们的领导人吗？艾罗说不会，因为等级太低。你们关注地球的目的是什么？艾罗说保留统领地的所有权，地球在统领地范围内。以上就是女护士艾罗伊和外星人艾罗的第一次会谈。美军又开始了对外星人艾罗的新的一轮访谈。你对于美国军队有没有哪些了解？艾罗说小规模，而且你们存在的目的就是破坏星球。为何你们一直不让地球人知道你们的存在呢？艾罗说是守护、观察、不接触、不介入发展。你们的人曾经拜访过地球吗？艾罗说是周期性的。你们了解地球有多久？艾罗说比人类出现还要早很多。你对地球文明有哪些了解？艾罗说只是微弱的兴趣、注意力和一些少量的时间。你的社会的文明状态发展到了什么程度？艾罗说是远古数万亿。你们信仰上帝吗？然后艾罗说他就是开始和终结。你们的社会是什么类型？艾罗说秩序、权力、永恒的支配。当艾罗回答这个问题时，艾罗的情绪高涨，非常欢快有力。你能在一张星系图上向我们展示你家乡的行星吗？艾罗说不能。你可以对我们描述一下你的家乡吗？艾罗说具有文明社会的地方，文化、历史、巨大的行星以及富饶永久的资源，拥有秩序、权力、知识、智慧，而且是2颗恒星、3颗卫星。艾罗说宇宙中他们是最伟大的。你为什么不跟其他人交谈？然后外星人艾罗回答说，之所以不能与他们交流，是因为他们对他感到了恐惧。就这样，美军和外星人艾罗持续了几轮会谈，最后结束后，女护士艾罗伊记录下了外星人艾罗回答的所有信息，但是文字内容都是断断续续的，让在场的美国军方和专家都难以理解。在1947年8月的一天下午，女护士艾罗伊正在陪同外星人艾罗读书，突然间，她接收到外星人艾罗密集的心灵感应。艾罗说他是一名来自统领地的远征军官、飞行员、工程师，目前掌握了347种外星语言，之前一直没有接触过地球人类的语言。另外，统领的控制范围遍及了整个有形宇宙的1/4。在执行任务时，他们的思想可以随意地寄居在替身的躯体当中，这些替身是由人工合成的材料所制作，包括一种非常敏感的电子神经。他们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的存在，他的思想可以飘离现在的躯体，到任意一个地方执行其他任务。之所以来到51区，是因为他被派遣调查新墨西哥州的核武爆炸实验。艾罗最后说，他即将离开现在的躯体，去执行下一个任务。随着艾罗的思想飘离身体，艾罗伊非常震惊，久久没有缓过神来，他永远无法忘记这段对话。以上就是流传已久的故事版本。感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。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，记得关注我们，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。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。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